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健康真相——肥胖。你以为肥胖只是体重超标影响颜值吗？其实，肥胖真正的危害是通过一个隐形的中介悄悄侵蚀我们的身体，或轻微或严重的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甚至引发恶性肿瘤。这个中介就是炎症。可能有人会疑惑，炎症不就是感冒发烧时的红肿热痛吗？跟肥胖有什么关系？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今天聊的炎症不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急性炎症，而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慢性低度炎症。它就像一个潜伏在身体里的破坏者，一边被肥胖喂养壮大，一边悄悄连接起肥胖和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甚至老年痴呆等多种致命疾病。本期我们将按慢性炎症对身心危害的轻重程度，逐步揭开曾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健康真相。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超重成年人已经达到26亿，其中肥胖者有8.8亿，而在中国大陆，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攀升到 54.4%， 肥胖率也高达 18.9%， 而且这两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正在被慢性炎症悄悄攻击，却毫无察觉。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彻底揭开炎症这个隐形中介的神秘面纱，它是怎么被肥胖催生出来的，又如何一步步把肥胖和各种疾病串联起来？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检测与干预，打破这个肥胖到炎症到疾病的恶性循环？内容比较系统，建议大家先订阅收藏，方便后续反复回看。第一部分，先搞懂核心概念，什么是慢性低度炎症？在正式展开之前，我们必须先分清两种完全不同的炎症：急性炎症和慢性低度炎症。这是理解后续内容的基础，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说急性炎症，这是我们身体的防御卫士，比如不小心划破手，伤口会发红、肿胀、发热，甚至有点疼。再比如感冒时发烧、喉咙发炎，这些都是急性炎症的表现。它是身体受到感染损伤时的快速反应，目的是清除病原体，修复受损组织。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病因消除，炎症就会消退，对身体是有益的。而我们今天的主角慢性低度炎症完全是另一种画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性，没有明显的红肿热痛，也没有发烧等直观症状，我们自己根本感觉不到，但它会持续存在，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更关键的是，它不是身体的防御，而是一种错误的攻击，身体的免疫系统被异常激活，持续释放炎症因子，攻击的不是外来病原体，而是我们自己的正常组织和器官。如果把急性炎症比作精准打击的短期防御战，那慢性低度炎症就是无差别攻击的长期消耗战。它不会一下子让你生病，但会慢慢侵蚀血管、肝脏、胰腺、大脑等多个器官，最终诱发各种慢性疾病。这里有个关键指标，可以帮我们判断体内是否存在慢性低度炎症，那就是 C 反应蛋白。更精准的是超敏 C 反应蛋白。在医院做血常规等检查时，加做这一项就能知道大概情况。正常情况下，超敏 C 反应蛋白的数值应该低于3毫克每升，如果在3到10毫克每升之间，就提示可能存在慢性低度炎症；如果超过10毫克每升，可能就是急性炎症或者更严重的问题了。有研究显示，肥胖人群的 C 反应蛋白浓度是正常体重者的2倍，而就是这看似轻微的升高，却会让多种疾病的风险大幅上升。比如癌症研究的数据就表明， C 反应蛋白每升高1毫克每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就会增加 25%。这组数据足以说明，慢性低度炎症绝不是小事，而是肥胖和疾病之间的关键桥梁。第二部分，肥胖是如何喂养出炎症的？慢性炎症产生的3个核心机制。很多人会问，我只是胖了点，怎么就招惹上慢性炎症了？其实，肥胖本身就是慢性低度炎症的头号诱因，尤其是腹部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的情况。脂肪组织绝不是我们想象中只会储存脂肪的仓库，它其实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会分泌各种激素和细胞因子。当脂肪过度堆积时，这个仓库就会失控，进而催生炎症。具体来说，肥胖催生炎症主要通过3个核心机制，我们一个个讲清楚。机制1，脂肪细胞撑破了，释放炎症信号。我们的脂肪细胞就像一个个气球，正常情况下，它能平稳地储存脂肪，维持身体的代谢平衡。但如果长期热量过剩，比如吃太多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气球就会被不断吹大，也就是脂肪细胞的体积增大。这个过程叫脂肪细胞肥大。当脂肪细胞被撑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堪重负，细胞膜破裂，细胞内的内容物会被释放到血液里。这些释放出来的物质，比如游离脂肪酸、细胞碎片等，会被身体的免疫系统当成外来入侵者，从而激活免疫细胞，引发炎症反应。就像一个气球破了，里面的东西洒出来，会引起周围环境的混乱一样。更关键的是，脂肪细胞肥大还会导致脂肪组织内部出现缺氧状态，
因为脂肪组织长得太快，周围的血管跟不上它的生长速度，无法提供足够的氧气，而缺氧环境会进一步刺激脂肪细胞和免疫细胞，释放更多的促炎因子，让炎症反应越演越烈。机制2，免疫细胞走错片场，在脂肪里搞破坏。在正常的脂肪组织里，免疫细胞的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是具有抗炎作用的好免疫细胞。但当肥胖发生时，情况会彻底反转，大量的坏免疫细胞会被招募到脂肪组织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巨噬细胞。这些巨噬细胞本来应该在身体里巡逻，清除真正的病原体和垃圾，但在肥胖的脂肪组织里，它们会被脂肪细胞释放的异常信号激活，然后开始大量分泌促炎因子，比如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白细胞介素6。这些促炎因子就像炎症导火索，不仅会在脂肪组织内部引发局部炎症，还会进入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导致全身性的慢性低度炎症。这里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正常的脂肪组织是一片平静的社区，免疫细胞是社区里的保安，偶尔有小偷指病原体进来，保安会及时处理，社区保持安宁。而肥胖的脂肪组织就像一个混乱的拆迁区，到处都是破碎的建筑材料，指破裂的脂肪细胞内容物，这会吸引大量保安聚集，而且这些保安还会失控，不仅抓小偷，还会破坏周围的正常建筑，也就是正常组织，导致整个社区就是全身都陷入混乱。机制3，脂肪分泌的激素失衡，抗炎能力下降。前面我们说过，脂肪组织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多种脂肪因子，这些因子有的能抗炎，有的能促炎，正常情况下两者会保持平衡，但在肥胖状态下，这个平衡会被彻底打破。一方面，促炎的脂肪因子会大幅增加，比如瘦素，它本来的作用是调节食欲，告诉大脑我吃饱了，但肥胖时脂肪细胞越多，瘦素分泌就越多，身体会对瘦素产生抵抗，大脑接收不到吃饱了的信号，我们就会越吃越多。更糟的是，瘦素还会刺激免疫细胞分泌更多的促炎因子，加重炎症。另一方面，抗炎的脂肪因子会减少，比如脂联素，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抗炎物质，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但肥胖时，脂联素的分泌会显著下降，身体的抗炎能力被削弱，无法抑制促炎因子的作用。这种促炎增强、抗炎减弱的失衡状态，会让慢性炎症持续升级。总结一下，肥胖之所以会催生慢性低度炎症，是因为脂肪细胞肥大破裂、免疫细胞异常聚集、脂肪因子失衡这3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一旦这种慢性炎症形成，它就会成为连接肥胖和多种疾病的隐形中介，开始对身体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第3部分，我们来搞清楚炎症的破坏力，炎症是如何连接肥胖与多种疾病的。当慢性炎症在全身扩散时，它会像一个破坏者，攻击身体的多个器官和系统。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拆解炎症是如何介导肥胖，诱发那些常见的严重疾病的。这部分内容非常关键，能帮你真正理解肥胖的危害到底在哪里。第一节，炎症加肥胖等于糖尿病的温床，肥胖是2型糖尿病的主要诱因，而炎症就是两者之间的核心桥梁。很多肥胖的人都会先出现胰岛素抵抗，这是糖尿病的前期信号，而炎症正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关键原因。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胰岛素的作用。胰岛素是胰腺分泌的一种激素，它就像身体里的血糖搬运工，能把血液里的葡萄糖搬运到细胞里，转化为能量或者储存起来，从而降低血糖。而炎症是如何破坏这个过程的呢？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炎症因子攻击胰岛素受体，细胞表面有接受胰岛素信号的受体，就像搬运工的工作路口。肥胖带来的炎症因子，比如 TNF-alpha、IL-6 会直接攻击这个受体，让受体的敏感性下降。这样一来，胰岛素就无法正常和受体结合，搬运血糖的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血液里的葡萄糖就会越积越多，从而形成胰岛素抵抗。第二，炎症损伤胰腺的贝塔细胞，为了应对胰岛素抵抗，身体会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试图强行完成搬运工作，这就是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但长期的炎症会直接损伤分泌胰岛素的胰腺胚细胞，让胚岛细胞的功能逐渐衰退，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越来越弱。当胚岛细胞无法再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来抵消抵抗时，血糖就会彻底失控，最终发展为2型糖尿病。更可怕的是，炎症还会加剧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肾病、神经病变等。这些并发症的核心机制之一，就是长期的慢性炎症损伤了全身的微小血管和神经末梢。有研究显示，即使通过药物控制了血糖，又不改善慢性炎症状态，仍然很难阻止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第2节，由于炎症继续诱发肥胖，进而攻击心血管系统。心血管疾病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而肥胖和炎症都
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炎症在肥胖诱发心血管疾病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执行者的角色，主要攻击的目标是血管。我们的血管内壁本来是光滑完整的，就像一条顺畅的高速公路，而炎症会让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最终引发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中风等严重问题。具体过程如下：第一步，炎症损伤血管内皮。血管内壁的一层细胞叫内皮细胞，它是血管的保护屏障。炎症因子会直接攻击内皮细胞，导致内皮细胞受损、脱落，让血管内壁变得粗糙。这就像高速公路的路面被破坏，出现了一个个小坑洼。第二步，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内壁粗糙后，血液里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就容易沉积在受损的部位，形成像小米粥一样的黄色物质，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而炎症会进一步加剧斑块的形成和增大，让斑块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第三步，引发严重心血管事件。如果斑块持续增大，会让血管管腔变窄，导致血液流通不畅。比如心脏血管变窄会引发冠心病、心绞痛。如果斑块突然破裂，会形成血栓，直接堵塞血管，导致心肌梗死、心梗或脑卒中，这两种情况都可能致命。除此之外，炎症还会通过影响肾素及血管紧张素系统，导致血压升高，通过加重胰岛素抵抗，进一步恶化血脂代谢异常，让甘油三酯、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降低，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加速器。第三节，最可怕的组合，炎症加肥胖的组合会不断增加癌症风险。很多人都不知道，肥胖竟然和13种癌症的风险正相关，这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IRS 里明确指出的结论，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子宫内膜癌等。而炎症正是肥胖和癌症之间的罪魁祸首。炎症之所以会诱发癌症，核心原因是持续的炎症会损伤细胞的 DNA， 导致基因突变，同时为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提供适宜的环境。具体来说，有3个关键途径。第一，炎症因子加速，癌细胞加速繁殖。炎症因子会像肥料一样刺激细胞异常增殖，正常细胞的增殖是有规律的，而炎症会打破这个规律，让细胞疯狂分裂。在分裂过程中， DNA 复制出错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基因突变，形成癌细胞。第二，炎症抑制癌细胞凋亡。正常情况下，身体里的异常细胞，包括潜在的癌细胞，会被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这个过程叫细胞凋亡。但炎症会抑制这个过程，让异常细胞无法被清除，反而持续存活增殖，最终发展成肿瘤。第三，炎症促进肿瘤血管形成。癌细胞要想生长壮大，需要充足的营养和氧气，这就需要新的血管为其供血。炎症因子会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形成新的血管，为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提供通道，让癌细胞可以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更有直观感受。比如结直肠癌，肥胖人群的结直肠癌风险比正常体重者高，而肥胖导致的慢性炎症是主要机制之一。研究发现，肥胖者的结直肠腺瘤、结肠癌的癌前病变发生率更高，而且因为肥胖增加了结肠镜检查的操作难度，漏诊风险也会增加。再比如绝经后乳腺癌，肥胖女性绝经后，脂肪细胞会生成大量雌激素，而炎症会进一步加剧雌激素的异常作用。柳叶刀的研究显示， BMI 每增加5，绝经后乳腺癌的风险就会升高 12%， 而且肥胖的乳腺癌患者预后更差，因为炎症让肿瘤的侵袭性更强，对化疗、放疗的敏感性也更低。还有胰腺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数据显示， BMI 大于等于30的肥胖者，胰腺癌的死亡率比正常体重者高 40%。 这是因为肥胖引发的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会刺激胰腺细胞异常增殖，增加癌变风险。第四节，意想不到的伤害，炎症加肥胖会攻击大脑，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说到肥胖和炎症的危害，很多人都会忽略大脑，但最新的研究发现，肥胖和慢性炎症还会增加老年痴呆，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这背后的核心机制还是炎症的神经毒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病理特征是大脑中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和肽奥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形成老年斑和神经纤维缠结，而炎症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全身的慢性炎症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大脑，肥胖带来的炎症因子如 IL-6、TNF 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激活大脑里的免疫细胞，如小胶质细胞。这些被激活的免疫细胞会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引发神经炎症。其次，神经炎症会直接损伤神经元，炎症因子会攻击大脑中的神经元和突触，导致神经元功能衰退死亡。同时，炎症还会抑制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清除，让它在大脑中持续沉积，加重老年斑的形成，最终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逐步发展为老年痴呆。除此之外，肥胖和炎症引发的胰岛素抵抗也会加剧大脑的损伤。胰岛素不仅能调节血糖，在大脑中还能参与神经元的代谢和功能调节。
大脑出现胰岛素抵抗后，神经元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能量供应不足，或进一步加重神经元的损伤和认知功能的衰退。第5节，炎症带来的其他受害者，炎症介导肥胖而诱发的其他疾病。除了上面说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老年痴呆，炎症还会介导肥胖，诱发多种其他疾病，比如1、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肥胖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而炎症是脂肪性肝病进展的核心驱动力。脂肪在肝脏内过度堆积，会引发肝脏的局部炎症，从单纯的脂肪肝逐步发展为脂肪性肝炎，再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2、多囊卵巢综合征，50%到70%的 PCOS 患者都会合并肥胖。肥胖带来的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会与高雄激素血症形成恶性循环，加剧脂肪合成和卵巢功能的异常，导致月经不调与不孕等问题。而且肥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治疗效果通常更差，复发风险也更高。3、痛风，肥胖会导致尿酸代谢异常，而炎症会加剧痛风的发作。炎症因子会刺激关节滑膜细胞，引发关节的红肿热痛，让痛风发作更频繁，症状更严重。可以说，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章，被肥胖推倒后，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最终让整个身体的健康体系崩塌。第4部分，如何检测体内的慢性炎症？我们应该关注哪些身体指标呢？既然慢性炎症这么隐蔽，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体内有没有炎症，炎症程度如何呢？其实很简单，去医院做相关检查就可以。下面这些指标大家可以收藏起来，下次体检时重点关注。1、核心炎症标志物。超敏 C 反应蛋白，这是最常用、最敏感的慢性炎症指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正常范围应该是小于3毫克每升，3到10毫克每升就表示有慢性低度炎症，如果大于10毫克每升，可能是急性炎症或严重感染。2、白细胞介素6，重要的促炎因子。肥胖人群的白细胞介素6通常会显著升高，它也是预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3、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另一种关键的促炎因子，直接参与胰岛素抵抗血管损伤等过程，水平升高提示炎症状态活跃。支链素，这是抗炎因子。前面我们说过，肥胖人群的支链素水平会下降，所以支链素水平偏低，也从侧面反映了体内的炎症状态失衡，往往意味着促炎增强或抗炎减弱。除了上述核心指标标志物，以下代谢指标也能间接反映体内的炎症状态，因为炎症和代谢异常是相辅相成的。1、血糖相关指标，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些指标升高，提示可能存在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是共生的。2、血脂相关指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炎症会加剧血脂代谢异常，而血脂异常又会进一步加重炎症，形成恶性循环。体重相关指标 ，PII 腰围内脏脂肪面积 PMI 大于等于28属于肥胖，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属于中心性肥胖，内脏脂肪面积 VFA 大于等于100平方厘米属于内脏脂肪超标，这些指标越高，慢性炎症的风险就越大。3、我们应该积极的跟进自己的指标。以普通人群每年常规体检时，建议增加超敏 C 反应蛋白检查，同时关注血糖、血脂、BMI、腰围等指标。2、高危人群，如果本身是肥胖人群，尤其是中心性肥胖，或者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或者已经出现了疲劳、乏力、头晕、关节不适等模糊症状，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核心炎症标志物，同时做腹部超声，以评估内脏脂肪和肝脏脂肪堆积情况。这里要提醒大家，检查结果一定要由专业医生解读，不要自己对照数值下结论。医生会结合你的整体情况，给出准确的判断和后续的干预建议。第5部分，我们该如何干预慢性炎症，从而打破肥胖、炎症、疾病的恶性循环？知道了炎症的危害，也知道了如何检测，最关键的部分来了，我们该如何干预慢性炎症，打破肥胖到炎症、炎症到疾病的恶性循环？核心原则只有一个，先控制肥胖，再针对性抗炎，两者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具体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首先，我要做个声明，以下内容仅用于健康与医学知识的科普，不构成任何医疗或个性化饮食建议，如有健康问题，请咨询专业医生或营养师。第1，饮食干预，要吃对食物，从源头抑制炎症。饮食是影响炎症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就是炎症的源头。高油、高糖、高加工的食物会加剧炎症，而一些天然食物则具有抗炎作用。所以，抗炎的第一步就是调整饮食结构。1、坚决避开的促炎食物，易精制糖和添加糖，比如奶茶、果汁、可乐等含糖饮料，蛋糕、饼干、糖果等甜点，以及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等精致碳水化合物过量摄入会快速升高血糖，刺激炎症因子分泌。2、反式脂肪和过量的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常见于油炸食品、
炸鸡、薯条、油条、加工肉类、火腿肠、培根、腊肉、人造黄油、起酥油等过量的饱和脂肪常见于肥肉、动物内脏等，这些脂肪会刺激免疫细胞分泌促炎因子，加重炎症。3. 高度加工食品，比如方便面、薯片及食麦片、罐头等，这些食品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剂、防腐剂、调味剂，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诱发炎症。2. 多吃的抗炎食物。1. 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Omega-3 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能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常见的有深海鱼，如三文鱼、鳕鱼、沙丁鱼等，然后是亚麻籽、奇亚籽、核桃等。建议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每天吃1小把核桃或适量亚麻籽。亚麻籽要磨碎吃，否则不易吸收。2. 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抗氧化物质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从而减轻炎症。常见的有深色蔬菜，如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羽衣甘蓝；彩色水果如蓝莓、草莓、桑葚、樱桃、浆果；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藜麦等。建议每天摄入500克以上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主食中全谷物占1半以上。3. 优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能为身体提供修复组织的原料，增强免疫力，间接减轻炎症。常见的有鸡胸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豆腐、豆浆、腐竹等。建议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蛋白质，比如1个鸡蛋、300毫升牛奶、100克左右的瘦肉或鱼虾。次，适量的健康脂肪。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猪油，很多人都把猪油当成健康雷区，但最新的研究发现，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适量摄入猪油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和慢性炎症。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适量吃猪油的小鼠比吃茶油的小鼠总体脂肪少了近1/3，体内的促炎因子如 IL-6 也更少。因为猪油中的饱和脂肪酸与单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均衡，还含有维生素 A、B、D、E 等脂溶性维生素，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作用。不过这里要强调适量和搭配，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控制在25到30克，其中猪油占比建议约1半。可以把猪油和植物油搭配食用，比如用猪油炒蔬菜，既能减少用油量，猪油口感好；炒同样的菜，用油量可减少40%，又能兼顾健康。但3高人群要严格控制，尽量少吃或不吃。3. 饮食的几个关键原则。控制总热量，抗炎的前提是控制体重，所以必须保证总热量不超标，避免热量过剩导致脂肪堆积。可以简单计算一下，成年女性每天需要1200至1500千卡，男性每天需要1500至1800千卡，具体根据身高、体重、活动量调整。2. 规律进餐，3餐定时定量，避免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不要吃得过饱过把。暴饮暴食会加重肠胃负担，诱发肠道炎症，而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肠道炎症会进一步引发全身炎症。3. 多喝水，每天喝1500至2000毫升白开水，充足的水分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减轻炎症负担。尽量避免用含糖饮料、浓茶、咖啡代替白开水。第二，尽量进行运动干预，只有动起来才能有效降低炎症水平。运动是控制肥胖、减轻炎症的特效药。规律的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还能直接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增强抗炎因子的活性，打破肥胖到炎症的恶性循环。推荐的运动类型： 1. 有氧运动，这是减脂抗炎的基础。有氧运动能有效燃烧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炎症标志物水平。常见的有快走、慢跑、游泳、骑行、跳操、跳绳等，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中等强度即可。仅运动时心跳加快，微微出汗，能正常说话，但不能唱歌。2. 力量训练，力量训练能增加肌肉量，而肌肉是抗炎组织，肌肉会分泌肌因子，肌因子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能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常见的有举铁、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平板支撑等，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每次针对不同肌群进行训练，每组15到20次，做3到4组。3日常活动，除了专门的运动，日常也要增加活动量，比如多走路、少久坐、爬楼梯代替坐电梯、做家务等。久坐会导致脂肪堆积，尤其是腹部脂肪，加剧炎症，所以建议每做1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2. 运动的注意事项宜循序渐进，如果之前不怎么运动，不要一开始就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受伤或导致身体过度疲劳，反而诱发急性炎症。可以从每天10到15分钟的轻度运动开始，慢慢增加时长和强度。2. 运动后及时恢复，运动后要及时拉伸，放松肌肉，补充适量的蛋白质和水分，帮助肌肉修复，避免运动后马上大量进食或喝含糖饮料。3. 结合自身情况，如果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关节炎等，运动前一定要咨询医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避免发生危险。第3，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干预，养成这些小习惯，也可助力抗炎。除了饮食和运动，
睡眠压力管理等生活习惯也会影响炎症水平。很多人忽略了这些细节，但它们对炎症的干预效果同样重要。一、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会严重扰乱免疫系统的功能，导致炎症因子分泌增加，抗炎因子减少。研究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体内的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会显著升高，慢性炎症的风险也会增加。建议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改善睡眠质量。比如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营造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睡前可以泡泡脚，喝一杯温牛奶，帮助放松身心，提高睡眠质量。2、学会管理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刺激身体分泌皮质醇等压力激素，这些激素会激活免疫系统，诱发慢性炎症。比如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人，容易出现疲劳、乏力、免疫力下降、肠胃不适等症状，这些都和炎症水平升高有关。建议学会通过合理的方式释放压力，比如听音乐、冥想、瑜伽、旅游、和朋友聊天等，避免过度焦虑，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如果压力过大，自己无法调节，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3、戒烟限酒。吸烟会直接刺激呼吸道和血管内皮，引发炎症反应，同时损伤免疫系统的功能，加剧慢性炎症。过量饮酒会加重肝脏负担，诱发肝脏炎症，还会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导致肠道炎症，进而引发全身即视。建议尽量戒烟，远离2手烟、3手烟，限制饮酒量。成年男性每天饮酒量不超过25克酒精，女性不超过15克酒精，最好不饮酒。最后要说的是，如果通过饮食、运动、生活方式干预后，炎症指标仍然很高，或者本身已经出现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又或者是重度肥胖 BMI 大于等于40，通过自身努力无法控制体重和炎症，就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进行医学干预了。一般医生会通过药物与手术进行干预。第6部分，这里要警示的是，别让炎症成为肥胖的致命同伙。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炎症这个隐形中介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了。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核心要点，帮大家梳理清楚思路。一、肥胖不只是体重问题，更是炎症问题。肥胖会通过脂肪细胞肥大破裂、免疫细胞异常聚集、脂肪因子失衡这3个机制，催生慢性低度炎症。2、慢性低度炎症是肥胖和多种疾病的隐形中介，它会攻击血管、肝脏、胰腺、大脑等多个器官，诱发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老年痴呆等严重疾病。3、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超敏 C 反应蛋白、IIO6、血糖、血脂等指标，了解自己的炎症状态。4、干预慢性炎症的核心是打破肥胖到炎症、炎症到疾病的恶性循环。具体可以通过饮食调整，如避促炎食物、多吃抗炎食物、规律运动，如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改善生活方式，如充足睡眠、管理压力、戒烟限酒，必要时寻求医学干预。最后想跟大家说，肥胖不可怕，可怕的是忽略了它背后的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胖点没关系，身体健康就好，但事实是慢性炎症正在悄悄侵蚀你的健康，等你出现明显症状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从今天开始，不妨先从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这些小事做起，关注自己的炎症指标，主动干预，把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记住，对抗肥胖和炎症不是为了追求瘦，而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远离疾病的困扰。如果本支影片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请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点赞转发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更多人了解炎症这个隐形杀手，一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关于肥胖、炎症的相关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